大家好，我是阿银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我剑士50等的人物配点，还有技能装备的选择。至于练功地点的话，不管你去哪里，人都比怪还多，尤其是热门地图，所以这边就暂时不推荐大家去哪里练。但是有建议，如果说你是想要升等的话，你可以找他掉的宝不是这么好的怪物，相对的人会比较少一点。那还有一个重点是，你的水钱要打得回来。如果你是睡觉挂机练功的话，你就可以挑相对比较低等的怪物用普攻攻击。好，首先我们来讲解技能的部分。这技能目前有分2个路线，剑跟枪。你要拿单手剑或单手枪加盾都可以。拿盾的用意呢是你要打特定的怪物，然后插卡片来特化它，不然的话可以都拿双手的，攻击力会比较高。我会推荐大家目前用长枪，因为双手剑的敏爆我也玩过，很烂，攻速被砍，然后连2转的怪物护级跟骑乘攻击也被砍，增加施法的前摇，还有冷却的技能时间。然后双手剑的加速，就算你放下去，你的攻速大概170多而已，真的是非常的堪忧。如果你要玩敏爆的话，我会推荐你这一版玩隔壁的铁匠。我们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他的野蛮凶砍普攻就增加1000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大概伤害就是1500左右，而且这还是单纯的面板，没有加任何的东西。只要再稍微提升一点你的武器，应该就可以破2-3000。我有看过人家打暴击2900的。快速恢复，虽然你在平常这个技能好像用不太到，但有机会回点血总是好的。然后这个技能你点高了，它并不会增加你喝洪水的恢复量，还有移动时恢复的效果。然后你的一转最主要的攻击技能狂击，这一招你就非点不可了。可以把怒爆也点到10等，它是我们一转的唯一范围技能，所以我会推荐你把它点高。目前2转的提升攻击跟怪物护级都有冷却时间，这个空窗期你就可以放怒爆，所以怒爆点满我觉得也是相当的不错。如果不需要的话，你也可以去做洗点，把点数分配到霸体或者是挑衅上面，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做调整搭配的。然后挑衅点5，霸体点1，这个是前置技能。我在2转你要点到7成数会需要，那我剩下1点的情况下，我就点霸体了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点单手剑加双手剑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想要测试反击的效果，所以如果你不点的话，你还有多2点点数，你就可以点在霸体或者是挑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讲能力值，这边有基本数值你可以参考，你点什么能力会加什么数值。以现在技能流的骑士跟剑士来说的话，最主要的就是点力量、灵巧跟智力，然后还有敏捷。敏捷给我们最大的提供是回避率，如果你的装备够好，就可以不用点这么高，可以点数投资在其他地方。然后力量不用说，我们的主属性。灵巧的话呢，增加我们的命中率。变动咏唱也会稍微增加，但目前也要到2转才会用到。然后再来是最主要的点 INT， 因为我们用技能攻击的话，我们会需要耗费 SP， 在你没有点高 INT 的情况下，你的回眸会非常的低。来看另外一个网站，这边呢，它会提供你 SP 的回复数值。假设你都没有点 INT 的情况下，你每8秒你就是回1点魔。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的技能狂击，使用1次呢，它需要耗费15的 SP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就会吃非常多的起司，所以呢，我们才会在人物点数上把许多的点数分配到 INT。它可以增加 SP 的补品的回复量，还可以增加我们的回魔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介绍，当你的魔力呢提升到120点之后，每多100会加1点回魔。INT 如果你是6的倍数的话，也会加1点回魔。所以我个人是把它撑到42，少1的话是我这边的玻璃帽子没有穿上去。把它换上去了之后，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 INT 42刚好是6的倍数，在这边还要加1点的全能力。所以刚开始人物在点点数的时候呢，因为你刚开始没有钱，我会建议你先以 DX 为主，把它点到20左右，让你能够打到怪物。接着呢，你就可以点力量，让你可以1下到2下打死怪物。之后你要再往上打更高的怪物的时候呢，
你就可以点 AGI， 因为增加你的回避率，不然你被打很痛需要喝水。等到你存到一点钱的时候，人物还没有40级，你就可以去洗点，然后把你的 INT 点起来，减少你吃起司的消耗。然后我们来放个技能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目前的魔力是484，那我一次呢是回21点，我每8秒就是回一次21点的魔，非常的多。当然这个还不是我的最终数值，我如果有把装备弄好的话是23左右。起司消耗是我们花钱的最大的地方，如果你不用狂击打怪的话，你用补攻，在相对比较高等的区域，有着法师跟弓箭手来跟你抢怪，而且现在大家都开放2转了，你在打怪上就会更困难。我会比较建议大家用技能流来打怪。好，接下来是装备的选择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间中间的词条挑有回避的，第3条词缀可以挑血跟魔，因为我是2转了，血比较多的情况下，我才把它都换成魔力的。你如果是在50等之前，血量比较少，我建议撑到大概2000左右。没有达到这个值的话呢，我会建议你词条换成是 HP 的，这样你在内挂的时候会比较安全。然后鞋子的话呢，我就各挑1条，中间一样是有回避的。衣服的话呢，这边要提到这一条属性 SP 自然回复速度，有这一条跟没这一条的回魔差很多。这一条刚好又卡到回避的数值，它是同一个位置，这2条只会出1条，所以我个人是舍弃了回避。那你如果不想要这一条，你也可以直接换成回避装，没有问题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件衣服还没有插卡片，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我想要的衣服。武器的话就是目前伤害最高的3x戟，这条呢你可以挑有伤害再加上命中或者是回避。在第3条的词缀的部分，如果你想要找一把万用的武器，你可以找如图片中对一般的敌人造成的物理伤害，或者是无视一般敌人的物理防御。因为这一条呢，除了 BOSS 之外，全部都是一般敌人，是比较万用的。当然这个词条比较难出，没有的话你就可以选择针对你要打的怪物做特化，拿这种的也可以。然后暂时就先不要精炼它，等你确定要打什么怪，你再做强化都没有问题。头盔的话呢，就是新手会送的学院帽，因为它有加15的 HP 跟5的 SP， 这个是目前来说最好的头盔了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头盔，或者是你已经插了其他的卡片的话，你可以再创一只人物，大概5分钟左右，创好了，把你那个头盔丢到仓库，然后你的主人物再拿就可以了。接下来跟大家讲卡片的话，我插什么东西。首先 P 件的话，我是插秃鹰卡，因为我自己有刚好打到，就把它拿来做使用了。它的功用就是增加回避率。然后鞋子的话呢，我是插转转弹卡片，那它有几种选择，你可以插人鱼士兵，它的 SP 回复率也有 10%， 这个跟我们等一下的回魔有关系。如果在你的装备还没有定型之前，我是建议先不要插卡片，这几张卡片的价格比较贵，你如果不插也可以，没有关系，它提供的数值就是一点点。衣服的话呢，我会选择插罗达蛙，还有加 SP 50，可以增加我们的魔量。那因为我的衣服还没有找好，刚刚有提到了，所以就还没有把它插上去。然后皮带的话就是插克瑞米，这个是你优先该买的第一件道具。然后头盔的部分呢，我是插树精卡片，还有加80的 SP。那这张卡片我在买的时候是2万块，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点贵，蛮好的。我那时候以2万来说 ，CP 值很高。那现在我不确定买不买得到。然后要比较注意的是，长老卡跟树精卡，它们差了一点点，但是效果差很多。长老树精只是加2点的 INT， 那树精卡片是加80的 SP。所以你在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，有可能会买错，像我就是买错的那一个。然后饰品的部分，我就带一个夏日盛宴的手环加全能力，然后大葱就是目前副本会打到的。在戒指的部分，我是装沙漠幼狼，那它还可以再升一等，就是变成 INT 加2 SP 加75。装备的话目前是这样，我会建议防具大家都不要冲精炼，因为我们目前是以回避率为主。有精炼的情况下，当然是更强没有错。可是因为这一版没有安定值，而且我们游戏也刚开没多久，
你现在把你的资源都投入到这个第一版的装备当中，到时候改版更新，出了新的副本，大家都穿副本装的时候，你的装备就必须要替换掉，那你那些精炼的钱就比较可惜一点。而且目前的 PVP 也没有任何收益，除非说你要去 PVP 地图练功，要跟人家打架，不然的话，在一般地图练功，我会建议你的装备防具的部分都不需要充精炼，因为它带给你的效益没有这么大。那一点钱你不如留着充以后的装备，这样的效益我觉得会比较好。再来呢，太阳眼镜就是很便宜，1-2万块，有我就先穿着了，没什么特别的，我只是想把这个格子塞满。好，最后来讲一下武器。你现在唯一要冲的呢，就是你的武器。你要决定你要打什么怪物，可以用特化的。我们刚刚有提到，我建议冲到+5左右就好了，因为+5的成功率还蛮高的，在80% 左右。卡片比较万用的就是白衣卡增加 ATK。如果你要打特定的怪物呢，你就可以找类似大嘴鸟蛋这种，对特定的敌人有增加百分比的攻击。那白衣卡的缺点就是你这个是加20点伤害，不是加百分比，那就是看个人的抉择，看你要打什么怪物，再来决定你要插什么卡片。我当时看到水母卡一张很便宜，才1万块，我就买了3张。最主要是我是要这个 ATK， 冰冻的话就是当送的。好，装备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最后我们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回魔。我们把我们的数值套上刚刚我们介绍的那个网站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回魔量多少。好，我们的 INT 是42，火力是514，这边的平均每秒回魔就是13。你如果是插转转弹卡跟人鱼卡片，它的效果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差别会差在哪里呢？当你把衣服中间那条 SP 的恢复在拉高的时候，它这边才会有差距。你也看到了，它的差距并不多，而且你并不一定要拉到满。如果你是插转转弹卡，你就可以把你的上衣恢复调到有39的，这样你就会有20的回魔。如果是38就会变成19，所以你在挑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挑39以上的衣服。如果是人鱼士兵卡片，你就必须要 SP 回复调到44以上，你才会有20的回魔。人鱼卡片的话呢，1000以上的 SP 再插，所以我们剑士呢不太可能达到，就当做这张不存在，那个是给法系职业在用的。那如果我想要再提升的话，我要怎么做呢？以我现在的装备来去看，像我现在如果插罗达瓦卡，我加了50魔564，大家可以看到回魔并没有增加，让我魔量到600了之后，这边的回魔量才会做提升。所以你在挑选装备的时候，衣服我建议你是最后，你把其他的部位先都挑完了，再来挑 SP 的衣服，看哪一个数字对你来说是目前最好的选择。当然这个数字是越大越好。然后最后如果说我想要再高一点的话，我必须要达到我的 SP 刚好是50的，它才会再多增加1滴回魔。所以我个人在挑装备的时候，像现在就有点尴尬。我是这样的情况下，我的罗达瓦卡插了就只是单纯的加血量跟魔量，我的回魔也不会提升。计算机可以让你做参考尝试，那你在挑装备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方便。我个人的能力值、技能、装备这些以上的资讯呢，你可以都仅供参考就好，不一定要照着抄，因为每个人想要打的怪物不一样，你所需要的数值也不一样。我目前呢是主要挂在海洞5楼，我的配置这样是刚好的，有一点的回避，然后打得到怪物，可以2下戳死怪物。因为我目前还想要打我的武器，我目前还没有换，所以我才在那边。另外一只怪物巨象甲虫，它也会掉落我们的3叉戟。如果你嫌海洞5楼那边人太多，你也可以来打这只怪物。这只的怪物的血量跟命中需求就比较高一点。好，以上资讯分享给各位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呢，你都可以在我的留言区做留言，看到都会回复你。或者是我有讲错误的地方，你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一下，到时候再做改进。影片是没办法改了，但是文字的部分应该可以做调整。我是阿银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再帮我按赞加订阅或者是分享支持我一下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